如果把19世纪的欧洲政治比作一场车展，英国开的是议会制大巴，司机换来换去，谁吵赢了谁开；俄国开的是沙皇牌坦克，只有倒档和油门，司机说了算。而德国开出了一辆混合动力怪兽，表面看它有最现代的普选方向盘，也就是帝国议会制度。掀开引擎盖，里面却是中世纪的军权发动机。而最离谱的是，这辆车没有刹车，且只有俾斯麦一个人有钥匙。要看懂这套俾斯麦在1871年制定的宪法，你必须明白，它不是为了民主设计的，也不是为了专制设计的，它是为了让俾斯麦能舒服的干活而设计的。这套系统有3个核心部件，首先是皇帝，普鲁士国王自动兼任德意志皇帝。他是军队的绝对主人，拥有外交权。更重要的是，只有他能任命或解雇宰相。因此，俾斯麦只要搞定威廉一世，理论上就搞定了全德国。哪怕议会几百个议员骂我，只要老皇帝信任我，我就能稳坐钓鱼台。接下来第2个核心就是联邦议会，合是代表各邦国君主的机构，理论上权力巨大，任何法律都得他点头。但实际上，普鲁士在这个议会里拥有17票，宪法规定只要有14票反对，修改宪法就没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普鲁士说的算，普鲁士说的算，就是俾斯麦说的算。接下来第3个重要机构就是帝国议会，这是最令人精神分裂的地方。俾斯麦搞了一个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制度，成年男子普选制，25岁以上男性都有票。表面上这比当时的英国还要民主，他们可以否决预算，可以立新法，但他们无权选举宰相，也无权罢免宰相。宰相不对议会负责，只对皇帝负责。俾斯麦之所以搞普选，因为他觉得那个年代的农民和保守派忠于皇帝，搞普选可以利用底层群众来淹没城市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。虽然后面这一招玩脱了，而这套制度跑起来，画风是非常清奇的。在英国，如果议会不信任首相，首相就得滚蛋；在德国，如果议会不信任宰相，宰相会说给我滚。那如果议会卡住预算不给钱怎么办？俾斯麦会玩一招制造危机，议会不批军费，好，我就在报纸上炒作法国要打过来了，或者有人刺杀皇帝。全民恐慌之下解散议会重选，老百姓吓得赶紧把票投给支持军费的保守派。这就是俾斯麦的走钢丝艺术，他利用皇帝压制议会，利用议会普选民意限制地方诸侯，再利用军队威慑所有人。他是这个三角形里唯一的连接点。接下来就分析他这套制度的利与弊。首先是他的优点，主要3大点。第一，极高的行政效率，政府不用像法国那样为了讨好议会天天换内阁。当时法兰西第3共和国平均每年换2次政府，德国宰相极其稳定，政策甚至可以规划到20年后。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能迅速建立福利体系，铺设铁路网，超越英国。第二，军队的专业化，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，不受吵吵闹闹的议会干扰，这让德国总参谋部变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战争机器。第三，社会稳定的阀门，虽然议会没实权，但他给了老百姓一个发泄口，大家依然可以去投票，去骂政府。这种有限的民主在当时成功缓解了革命压力。接下来就是它的缺点，还是3个。第一，天才依赖症，这套系统太复杂了，需要一个既懂外交又懂内政，既能哄皇帝开心又能吓住议会的天才来操作。俾斯麦就是那个天才，但俾斯麦之后呢？如果接班人是个平庸之辈，或者皇帝是个自大狂，这套系统就会瞬间失控。第二，责任的缺失，在议会制国家，由于政党要执政，他们必须学会妥协和负责，但在德国，议会反正管不了政府政党，就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喷子。社民党越来越激进，保守党越来越顽固，因为他们都不需要为国家政策真正负责。第三，军队怪兽的失控，由于军队是一个国中之国，只听皇帝的，文官政府宰相根本管不了军方。到了后来一战前，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计划、势力分计划，甚至直接绑架了国家外交，宰相竟然插不上嘴。结局就是1890年，年轻气盛、自以为是的威廉2世登基了。他觉得这辆车我也能开，于是他把俾斯麦踢走了。威廉2世拥有了俾斯麦设计的绝对权力，却没长俾斯麦的绝对脑子。他手握这套强大的工业和军事机器，却不懂得如何在5个鸡蛋上跳舞。失去了俾斯麦这个中央处理器，德国这台机器开始空转。过热，外交上四面树敌，内政上被军方绑架。因此永远不要祈祷超人降临来拯救世界，因为超人留下的遗产，白人根本接不住。 I am your sovereign, and I do not. Just because you are elderly, do not suppose that you may speak as you wish. You're speaking as two men, I as the old, and you as the young one. I'll say you are ill. I am Bismarck! Bismarck would have had something to say on the subject. But then he had something to say on every subject, which is why I got rid of him. But I must say the old boy knew how to deal with troublemakers. Am I to blame for every misfortune on this earth? I gave my life to the fatherland, and this is my thanks to all I've done for them. They stabbed me in the back. They lost me the war.